最有可能嫁给路飞的3个人会是谁呢？路飞从出海开始，一路上沾花惹草却不自知，海贼王没当上，海王的名头是坐实了。在海米看来，有3个人最有可能嫁给路飞：赤犬要抓捕1人，伊姆要杀掉1人，还有1个或是古代兵器天王。第一位当然是女帝汉库克，海贼王中最美的女人。女帝是九蛇岛的女王，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嫁给路飞也算门当户对。女帝的眼中只有路飞，可以舍弃性命带着路飞去海底监狱找艾斯，也可以在马林范多把打开海楼时的钥匙送给路飞。顶上战争之后，女帝让路飞在女儿岛休养，还提供了丰富的食物，就连路飞穿的红色背心也是女帝用自己的睡衣做的。世界政府废除七武海制度后，赤犬正派兵逮捕女帝，不过女帝也说了，自己是因为强大的实力才当上七武海，一点也不用担心会被海军抓走。第二位是鱼人族的公主白星，也是远古兵器海王。白星对路飞是言听计从，也很在乎路飞对自己的看法，有点小妹妹仰慕大哥哥的感觉。卡普也很认可白星做孙媳妇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卡普亲自去鱼人岛接白星到玛丽乔亚，并赞赏白星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大了。伊姆已经知道白星就是古代兵器海王，并在他的照片上插了一把剑，有将白星除掉的意思。第三位是娜美，也是路飞最宠爱的人。在海米间流传一个段子，一个人可以牛批到不给红发面子，也不能把娜美惹哭，只要娜美一哭，不管对方是谁，路飞也会开主角光环将其灭掉。小时候娜美所在的国家爆发战争，变成孤儿后被海兵贝尔梅尔收养，她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团。白星见到娜美时感觉到非常亲切，外加娜美可以操控天气，她很可能就是古代兵器天王。路飞称王后会与谁结婚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年仅20岁的萨博为何能成为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呢？从资历上来说，暴君雄和伊万科夫都比萨博有资格。多拉格在创立革命军的初期，他们2人就陪在龙的身边。暴君雄是索尔贝尔的国王，论谋略也绝对不会比萨博差太多。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贝利的赏金，他的战斗力至少有准大将级别。大雄吃了超人系肉球果实，看起来是废材果实，却被他开发出了各种神奇功能。手掌的肉垫可以弹开任何触碰到的东西，斩击和炮弹攻击对他都无效，还能通过挤压空气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，也能将敌人拍飞到千里之外，甚至还能将虚幻的事物具体化，人体内的伤痛和记忆都能拍出来。在香波地群岛，为了拯救草帽团，暴君雄主动介入雷利与大将黄猿的战斗。从黄猿不敢轻易出手的态度来看，也是认可暴君雄的战斗力不会比自己弱太多。甚至有不少海米觉得暴君雄就是萨博之前的革命军参谋长，可惜加入了七武海。伊万科夫不仅是马卡巴卡的国王，还是革命军伟大航路的军队长。他吃了超人系荷尔蒙果实，虽然战斗力不如暴君雄，也算得上是一位强者。不过伊万科夫的性格比较奔放，做革命军的参谋长并不是非常合适。从战斗力来说，除了暴君雄，至少还有2位军队长的实力不在萨博之下。在吃下烧烧果实前，萨博的主要输出是武装色霸气外加龙传授的体术。得到烧烧果实后，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不分胜负，其实比藤虎还是弱一点。革命军的队长中，东军队长贝蒂吃了超人系鼓舞果实，像是战场辅助者。南军队长林德伯格是发明家，擅长制造武器，单体战斗力应该不强。西军队长莫利是一位吃了恶魔果实的巨人族，在100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，对战大将绿牛没有一点劣势，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臂，实力不会比萨博弱。北军队长卡拉斯吃了自然系美美果实，对战大将藤虎也是不分伯仲。卡拉斯用煤灰制造的乌鸦，拥有自我意识，像是将自然系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不过从萨博加入革命军开始，就注定了他能成为2把手总参谋长，因为从小跟着艾斯一起训练，萨博的战斗力能力远超同龄的孩子。除了提升战斗力，萨博还会学习各种科学知识，可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而且萨博的天赋也很高，17岁已经能熟练掌握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。有如此能力的人，多拉格选择他当革命军的参谋长，也是众望所归。卡普为什么会说青雉败给赤犬不是战斗力不如对方吗？作为卡普的首席弟子，青雉年轻的时候已经展示出恐怖的实力，对战同为中将的巨人萨乌罗，直接用冰块将对方冰封秒杀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青雉是最先出手的大将，用冰河时代冰封海啸，随后攻击世界最强男人，却被白胡子从空中击落跌入海中。第2次对战白胡子，青雉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提前元素化躲避攻击，将白胡子冰封之后，却感叹震动是无法动弹的，最后被乔兹撞飞吐血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主动辞职，并推荐青雉接替自己当元帅。赤犬也想当元帅，他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开启元帅争夺战，两人决斗10天10夜，最终青雉被赤犬打断一条腿，以微弱的劣势战败。赤犬也受到很严重的伤，虽然没有残疾，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。离开海军后，青雉的战绩表现突飞猛进，在某座小岛喝酒遇到黑胡子海贼团成员，当被挑衅的时候，青雉没有惯着对方，瞬间冰封毒 Q 和圣胡安饿狼等一群人。黑胡子见状也没敢主动攻击，让青雉快点为被冰封的伙伴解毒。随后双方化解矛盾，一起喝酒。拉斐特却提议黑胡子干掉青雉，抢夺洞洞果实。青雉听到后非常愤怒，立马开启战斗模式，瞬间冰封黑胡子海贼团多人。
直到青雉答应黑胡子的邀请当同伴，他才解除果实能力释放大九等人。后来在冰火岛，青雉恰好遇到多弗朗明哥，正在对老同事斯摩格下手。他没有与明哥浪费口舌，发动果实能力冰封明哥，救下中将斯摩格。作为天龙人的明哥，拥有霸王色和果实觉醒能力，也没敢对青雉出手。见到卡普闯入蜂巢岛救徒弟克比，用一招银河冲击毁掉一整座城镇，青雉立马出手，将卡普冻成冰块，却被卡普瞬间挣脱冰块的束缚，随后一把抓住青雉的脑袋，一招海底落下，将青雉打入地底之下。卡普在攻击青雉的时候说道：“犹豫不决的人毫无战斗力可言。”也表明当下青雉的立场并不坚定，想做什么事情自己也不清楚。是否可以说，当年青雉与赤犬争夺元帅，也处于立场不明的状态？年轻的青雉就不是贪图名利的人，见到卡普拒绝升职，表现得非常崇拜。与赤犬争夺元帅是战国的举荐，自己对元帅的位置并不是很在意，这才导致青雉被赤犬击败，并不代表他的战斗力比赤犬弱一个档次。尾田暗示能救明哥出狱的人还活着，那个人有七武海级别的战斗力。当年在德雷斯罗萨，路飞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很艰难才打赢多弗朗明哥。事后战国陪着贺婆婆，连同藤虎一起将明哥直接送入海底监狱。进入推进城后，明哥看着报纸，依旧能掀起不小的波澜，因为知道的秘密太多，很多人都想杀了明哥。好在有麦哲伦的保护，想救明哥的人也有不少。当从德雷斯罗萨离开时，凯多的手下旱灾杰克就想单枪匹马去救明哥，完全没有理会对手是大将藤虎以及战国与贺婆婆。当杰克把船靠上去后，被打入海底，差点丧命，也获得了靠船王的称号。顶上战争开打前，海军邀请七武海聚餐，鹰眼悠闲地将腿翘在桌子上，黑胡子大口吃着樱桃派，与明哥挨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两人好像在密谋什么。当时明哥还是地下世界的王，黑胡子能当上四皇，一定没少与明哥做交易。为了从明哥口中得到天龙人的秘宝，黑胡子也有可能再次闯入海底监狱。在海贼王漫画1083话的扉页中，明哥再次登场，正在给一只小鸟疗伤，好像在暗示他要出狱。在此之前，十字工会的老沙对鹰眼说，他想建立理想国，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。鹰眼则表示，实现理想国的目标，目前的战力还不够，需要招募更多的强者。被世界政府抛弃的几位七武海，就是鹰眼和老沙最好的招募对象。目前汉库克盘踞在九蛇岛，有雷利和夏奇保护着，不会加入十字工会。爱德华威布尔在去白胡子的老家时，被大将绿牛击败，已经关入海底监狱。为了壮大势力的十字工会，或许会闯入海底监狱，救出明哥与白二世当伙伴。德岛事件过后，明哥的手下也被关入推进城，但是有2个人除外，一个就是 Baby Five， 他与老蔡结婚后，也算是草帽大船团成员，不会去救明哥。还有一个人曾经是唐吉诃德海贼团的核心人员，也是第1代红星科拉松。为了从海军那里得到情报，维尔哥去海军当卧底，并成为海军中将。在庞克哈萨德，维尔哥为了掩盖明哥的行迹，暴露身份，干掉不少海军。不过在与罗战斗时，维尔哥表现得非常自信，却被罗一刀斩断身体。随着莫奈按下 SAT 基地的自爆按钮，维尔哥被爆炸的火焰吞没。不过尾田在公布维尔哥的生命卡时，并没有说明他已经丧命了，而且海军也得到消息，庞克哈萨德的基地又恢复运转了。如果说维尔哥还没有死，凭借他能匹敌七武海的实力，去救明哥有机会成功吗？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篇章，依旧有5个恶魔果实未公开名字。第一个当然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的恶魔果实。当年他在罗格镇登场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下起暴雨，还伴随着电闪雷鸣。就在路飞被巴基处刑时，多拉格操控闪电命中巴基，也救了路飞一命。在帮助路飞逃跑时，多拉格制造出超强的狂风，岩石都无法抵御。不难得出多拉格所吃的恶魔果实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。有细心的海米发现，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防风眼镜，因此推断出多拉格很可能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从凯多能制造狂风雷电来看，多拉格也可能吃了特别的幻兽众果实。第2个波尼的恶魔果实，他在香波地群岛登场时，能将自己变成小女孩，也能将海军变成老头和小孩，并且让他们拥有对应年龄的身体机能。不难确定波尼吃了超人系果实，具体能力就是改变人的年龄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。遇到霸气强大的敌人，等同没吃恶魔果实，也难怪黑胡子嫌弃波尼的战斗力弱，只愿意让他做自己的压寨夫人。第3个是怪僧乌尔基的果实，能将自身受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和体积，受到的伤害越大，身体巨大化和力量的增加也就会越大。从乌尔基被黄猿重伤来看，吸收伤害应该有上限，达到一定限度也会丧命。对战和平主义者时，乌尔基嘴里念叨着因果报应，难道说他吃了因果果实？这颗果实对他的实力提升很大，拿1亿多的赏金击败过赏金6亿的第4将星。第4个是革命军北军副队长吉隆的果实，他出场时嘴里在吃着望远镜，具体能力目前还不好判断，应该也属于超人系的一种。从吉隆强悍的外形来看，他的果实应该不简单。瓦尔波所吃的吞果实与吉隆的能力差不多，不过瓦尔波能吞的东西大，制造出来的事物也多，很有可能是吉隆所吃果实的上级果实。第5个是拉斐特的恶魔果实，作为难美的最终对手，拉斐特从出场开始就表现得特别神秘。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玛丽乔亚，还敢当着战国和七武海的面出来说话。陪同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时，拉斐特身后长出一双翅膀，能在空中飞行。
还有催眠能力，让敌人按照自己的命令做事情。暂不确定催眠能力来自恶魔果实，不出意外，拉斐特也是吃了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，应该还有其他特殊的能力。尾田公开革命军5位队长中最强的2人，一人单挑大将绿牛并打伤对方，另一人在藤虎的额头留下伤疤。革命军为何让吴老星感到畏惧？除了有龙和萨博2位顶级强者，还有东南西北中5位军队长，他们的战斗力强弱一直没有准确定论。伟大航路的队长是伊万科夫，他在路飞闯入海底监狱时登场，吃下超人系荷尔蒙果实，能利用激素提升实力和改变性别，还有不错的治疗能力。伊万科夫对战拥有准大将实力的麦哲伦，被毒毒果实击败后勉强保住小命。对战大将赤犬时，伊万科夫简直不堪一击，战斗力相比大将有不小的差距。东南西北4位队长在露露西亚王国登场，对战桃胡子的时候小秀了一波实力。贝蒂是东军队长，赏金4亿5700万，吃了超人系补物果实能激发人体内的力量，更像是战场的辅助者，个人的战斗力应该不会太强。林德伯格是南军队长，赏金3亿1600万贝利，是毛皮族的一员，在革命军中的作用是搞武器研究，并不是核心战斗成员。在最新的漫画1083话中，尾田公开萨博在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的经过。他让南军队长林德伯格去救曾经的同伴大雄，自己前往天龙人的核心地带，毁掉代表天龙人权威的飞天龙之体。西军队长茉莉和北军队长乌鸦负责对抗大将藤虎和绿牛。茉莉的对手是大将绿牛，他用长叉刺中绿牛的身体，将对方打伤。茉莉是吃了推推果实的巨人族，虽然赏金只有2亿9300万贝利，却是100年前的大海贼，曾被关入海底监狱，靠着果实能力偷偷越狱。可见茉莉的赏金与战斗力完全不符，能打伤海军大将绿牛一点都不奇怪。北军队长乌鸦刚出场时，就有不少海米认为他是队长中最强的一人。他吃下的恶魔果实能制造乌鸦，很可能是幻兽种3足鸦果实，甚至达到了觉醒的状态。在圣地玛丽乔亚时，萨博见到大雄被当作奴隶变得愤怒，乌鸦也能轻松将他控制住。乌鸦的对手是大将藤虎，两人的具体战斗经过并未公开。世界会议过后，藤虎乘船出海，可以看到他的额头已经缠上了绷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藤虎额头的伤就是在对战乌鸦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乌鸦的赏金只有4亿贝利，却拥有打伤大将藤虎的实力，可见在之前的战斗中，他并没有展示真正的实力。是否可以说革命军的整体实力应该在四皇海贼团之上呢？为什么说拥有准大将实力的宇智犀流，在吃下隐身果实后，战斗力正在被索隆拉大？当年在海底监狱，伊万科夫强调过，犀流是比麦哲伦更加恐怖的存在。两人的战斗力差不多，但麦哲伦每天拉稀10个小时，战斗时长远远不如犀流。在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时，麦哲伦主动释放犀流，认可他能抵抗黑胡子海贼团。不过犀流没有听从麦哲伦的话，反而在黑胡子全团中毒时送来解药。当黑胡子邀请他加入时，犀流也没有拒绝，成为黑胡子海贼团的一员。战国是犀流的老领导，见到犀流出现在马林饭桶，表现得非常震惊。他担心麦哲伦的生命安危，也为犀流这样的强者加入黑胡子感到担忧。在黑胡子海贼团的2年里，犀流担任第2船长，并吃下了超人系隐身果实。当赏金3亿2千万的莫利亚闯入蜂巢岛，寻找曾经的同伴阿布萨罗姆时，犀流没有选择正面迎战，而是靠着隐身果实，用偷袭的方式打伤莫利亚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作为剑士的犀流选择利用恶魔果实来提升战斗力。不过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服用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罗在对战黑胡子海贼团时也证明过，被毒 Q 用病果实变成女人后，罗靠着强大的霸气将病毒驱散，重新变回原本的模样。与黑胡子战斗前期，罗一度处于优势，只使用阵阵果实的黑胡子被揍了一顿。直到黑胡子使用暗暗果实战斗后，罗才被黑胡子击败。卡普去蜂巢岛时，也证明了霸气能凌驾于一切，一招银河冲击毁掉一个城镇。与大将亲自战斗，卡普使用霸气让对方不能元素化，用海底坠落秒杀对方。如此来看，犀流所吃的透明果实，在对战索隆的时候不会起到任何作用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除了学习剑术，还学会了强大的武装色霸气。在德岛对战明哥手下皮卡时展示过武装色霸气碾压对方获胜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换刀提升了一波战斗力，用黑刀秋水换来妖刀炎魔。作为玉田的配刀，炎魔能释放霸气，这会让索隆的武装色霸气修炼更进一步。对战赏金是3亿9千万的炎灾境时，索隆在绝境中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也达到10亿1100万贝利。从此也能看出，索隆提升战斗力主要依靠剑术和霸气修炼的方式，正好克制依靠恶魔果实提升实力的犀流。两人的最终决战，犀流很可能会完败。外国网友评选出最强的6位海军中将，第3、第4名居然都是卡普背后的女人。第6名是维尔哥，被明哥安排去海军做卧底。维尔哥靠着强大的实力一步步晋升为中将，对战同为中将的斯摩格，维尔哥靠着强大武装色霸气碾压获胜。与罗交战，维尔哥显得有些轻敌，没能挡住手术果实的攻击丧命。第5名是吴蜀，也是赤犬最信赖的人。当年去九蛇岛召集汉库克去马林饭桶，吴蜀率领的海军被瞬间秒杀，他用匕首刺穿手掌，
才勉强保留住意识，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汉库克的赏金是16亿5900万，能秒杀五鼠也是情理之中。来到顶上战争，五鼠使用全力攻击路飞，气得卡普咬牙切齿。如果不是黄猿将路飞提到白胡子手中，五鼠的脑袋可能会被卡普拿走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五鼠晋升为海军基地的基地长，算得上赤犬的心腹。第4名是贺婆婆，绝对是卡普背后的女人。当年路飞在推进城闹时，战国说贺一直上下忙碌为卡普平事。作为海军的大参谋，贺中将的地位不输卡普和战国。他吃了超人系的奇袭果实，据说能净化敌人的心灵，拥有准大将级别实力的名额。每次见到贺都是撒腿就跑。第3名是陶兔，他与贺中将一样，对卡普的事情特别关心。路飞去和之国对战凯多和大妈2位四皇，陶兔比卡普本人还要紧张。陶兔是仅有的2位大将候补之一，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大将。只要海军3大将出现空缺，他就拥有替补上去的资格和实力。在赤犬眼里，陶兔的实力算不上大将级别，宁可开启世界征兵，也不愿意晋升他和茶屯为海军大将。第2名是茶屯，与陶兔一样都是大将候补。至于茶屯的实力，也应该和陶兔一样，只不过没有具体的战斗来证明。茶屯与卡普的关系特别好，赤犬不晋升他为大将，也是担心茶屯会信蒙奇吧。第1名当然是卡普，职位是中将，实力却不逊色任何一位大将。38年前，卡普联手罗杰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借此成为海军英雄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卡普一拳打飞马尔科，甚至还说要取下赤犬的脑袋。从战国按住他的脑袋也可以确定，卡普确实有打败赤犬的实力。目前卡普正在去蜂巢岛救克比，对手是拥有2个恶魔果实的四皇黑胡子。卡普能否安全回到海军基地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被4位赏金10亿海贼轮番锤的四皇大妈，20年前与罗杰交战，暴露出真正的战斗力。大妈的小时候非常悲惨，因为吃得多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来到羔羊之家的生活还算幸福，不仅能吃饱，还有小伙伴一起玩耍。自从认识路飞之后，大妈在挨揍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当年路飞带队逃离蛋糕岛，大妈对着桑尼号一顿猛攻，好在盛平站了出来，用梅花谷挡住拿破仑的攻击，自己也跌入大海之中，重新回到桑尼号上。盛平用出愚人空手道的奥义将大妈打出桑尼号。鬼岛决战爆发后，大妈与盛平再次爆发战斗，又被锤了一顿。这次盛平有罗宾帮忙，一人用过肩摔，一人让大妈滚出会场外。当时盛平的赏金还是4亿8300万，但战斗力已经配得上11亿贝里。刚刚抵达和之国那会，大妈带来了半个四皇团顺着瀑布登岛，赏金13亿9000万贝利的岩灾镜，直接来了一记2踢脚，踹翻Big Mom海贼团的海贼船。大妈本人也顺势跌入大海之中，好在没有被海水淹死，漂流到海岸上，成为乔巴解救路飞的工具人。来到和之国的兔碗监狱，大妈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将整个监狱摧毁殆尽。赏金13亿2000万的异灾奎因变成恐龙形态对战四皇大妈，结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好在奎因使用从天而降的招式，用脑袋撞脑袋。激烈的碰撞过后，大妈的记忆得到恢复，也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奎因趁势给大妈做麻醉，用海楼石锁链捆绑住，马不停蹄送到凯多的府邸。在鬼岛遇到大妈之后，马尔科与佩罗斯佩罗的除鬼联盟瞬间瓦解。随后双方爆发战斗，马尔科的蓝色火焰能轻松打伤霍米兹，即便大妈趁马尔科一时大意抓住他的脖颈，却表示没有能力将其杀掉，还企图让佩罗斯佩罗来帮忙。见到大儿子被2位毛皮族打倒在地，大妈一把将马尔科摔了出去，一个人朝着会场内前进。一位堂堂的海上皇帝，居然在赏金13亿7400万的海贼面前认怂了。早在20多年前，罗杰在寻找历史正文的时候，与四皇大妈有过战斗，具体的战斗场景没有公开。事后罗杰说了一句：“从玲玲手中抢到一块，有一种哥哥打小妹妹的感觉。”这句话也透露出，在罗杰心目中，大妈算不上真正的强敌，相比白胡子这样的顶级强者，还有非常大的差距。结合大妈与圣平、岩灾镜、奎因和马尔科对战情况，说大妈是最弱四皇也很合理。不过会比巴基大神强一些吗？在众多海军大将眼中，香克斯已经超越了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吗？带着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香克斯瞬移来到赤犬面前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。赤犬被吓得脸颊流汗，待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，眼睁睁看着巴基将路飞和圣平送到罗的潜水艇上。赤犬也只是嘴上嘀咕几句，不敢在香克斯面前做任何动作。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赤犬没有像面对香克斯那么怂，气焰十分嚣张地说：“岩浆弹是给白胡子送葬的烟花。”与白胡子正面战斗时，从场面上看，赤犬也没有处于劣势，用岩浆拳头贯穿白胡子胸膛，还不忘嘲讽对方年纪大实力变弱。即便被白胡子狠狠虐了一顿，依旧能生龙活虎地追杀路飞。黄猿与白胡子有2次交手，一次用激光正面击中白胡子的胸膛，顺带嘲讽一句：“你居然被正面打中了。”第2次用激光击穿白胡子的手，完全没把世界男人当回事。见到香克斯放走路飞，黄猿也没有乖乖给面子，甩出1道8尺描边玉，将轻质的冰块击碎，看起来更像是在救路飞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企图用激光杀掉歌姬乌塔，
香克斯使用瞬间移动，用格里芬架在黄猿的脖子上，吊儿郎当的黄猿被香克斯的实力震慑，乖乖举起双手避免脑袋搬家。战国与白胡子交战多年，也非常清楚世界最强男人的实力。当白胡子抵达马林范多时，战国告诫手下10万海兵不要轻敌，即便人数占优也会失败，因为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不过战国很自信，他率领的海军能击溃白胡子海贼团。面对红发海贼团时，香克斯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战国只能乖乖听话，让香克斯带走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。他清楚海军不是红发团的对手。赤犬当上元帅后，开启世界征兵招募到大将绿牛和藤子，他二人拥有怪物级别的实力。不过与白胡子没有正面交手，绿牛奉命去和之国收拾残局，竟然想着取下新任四皇路飞的首级。香克斯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麻痹绿牛身体，让他乖乖逃走。从此也能看出，绿牛认定香克斯拥有灭掉自己的实力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愤怒的香克斯释放霸王色霸气，大将藤虎被强大的压迫感震慑，感叹香克斯的战斗力恐怖如斯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，也不一定能让堪称怪物的强者认怂吧。战国与鹤婆婆去蜂巢岛支援卡普，鹰眼和老沙加入 One Piece 争夺战。萨博躲过天王的攻击，回到革命军基地公开鹰母真容。海贼王1082话超详细情报已经更新，标题是去拿下 One Piece 吧。本话的开篇是一则报纸信息：海军替补被民众杀害，换取十字工会的赏金。战国与鹤婆婆在讨论替补被杀害的事情，也强调十字工会的威胁越来越大。随后战国询问提奈卡普去了哪里，他想让卡普尝尝新口味的烤年糕片。提奈告诉战国，卡普已经离开基地好几天，据说是去救克比了。而且 Sword 队部中的孔雀也和卡普在一起，应该也去了蜂巢岛。战国与鹤听到后表现得非常震惊，不出意外他们会去蜂巢岛支援卡普。画面转到十字工会所在的卡莱巴里岛，巴基正在给杀害替补的人发钱，十字工会的海贼船也在建造中，船头是巴基的头像，因此巴基又被鹰眼揍了一顿。老沙告诉鹰眼，他想利用十字工会完成理想乡计划，打造一个军事化国家，不会受到任何势力的威胁。鹰眼给老沙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建造理想乡还需要招募更多的强者才能实现。听完老沙的计划后，巴基立马站出来反对。他回忆起与香克斯的往事，当年罗杰被处刑后，香克斯邀请巴基当伙伴，并告诉巴基自己不会找 One Piece。其实巴基很希望香克斯能继承罗杰的事业，成为下一个海贼王。巴基很清楚自己不是香克斯的对手，也放弃了去找 One Piece 的梦想。回忆过后，巴基告诉鹰眼和老沙，他与香克斯的称号一样，也要去当海贼王。老沙和鹰眼听到后立马表示反对，他们不想对抗香克斯、黑胡子以及路飞。不过巴基却告诉老沙和鹰眼，当海贼王不需要打败他们，找到 One Piece 就可以。就在此时，巴基拿起电话虫向所有人宣布，他即将参加 One Piece 的争夺战。十字工会的人听完非常兴奋，看来鹰眼和老沙不得不与四皇展开战斗。难道真的像海米推测的那样，巴基曾经说要当海贼王的牛批要成真了？画面转到革命军的基地，军队长们见到萨博安全归来，表现得非常高兴。萨博告诉同伴们，在天王抵达露露西亚王国的时候，他已经乘船离开了，天王的攻击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，露露西亚王国的居民也很安全。随后萨博带着军队长们来到会议室，他告诉龙会把发生在玛丽乔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萨博看到伊姆的模样也会公开了。为了帮助路飞从毛头小子成长为新世界的海上皇帝，一共有4位强者丢掉性命，他们的赏金总和接近18亿。作为路飞最可靠的大哥，艾斯从小就对路飞保护有加，哪怕是面对卡普的铁拳，他也会站出来阻止路飞挨揍。当年在巴拿马岛追捕黑胡子，艾斯得知对方的目标是抓捕路飞，他更加不能放过黑胡子海贼团，可惜败给了能吞噬一切的暗暗果实。为了救出艾斯，路飞从海底监狱一路杀到马林范多，在越狱小分队和白胡子海贼团的保护下，路飞打败了当众放水的卡普，也挡住了金色大佛的攻击，才从处刑台上救出艾斯。见到白胡子下达命令让众人撤退，赤犬用激将法把艾斯留下，靠着能燃烧火焰的岩浆果实，一拳将艾斯打倒在地，转头又向路飞发起进攻。情急之下，艾斯用身体挡住岩浆拳头，内脏被严重烧伤，赏金5亿5千万的火拳从此陨落。见到艾斯在眼前丧命，路飞认识到自己太弱小，必须变强才能保护好同伴。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，路飞只带了草帽团一半的成员。在盛平的建议下，路飞与贝基联手刺杀四皇大妈。计划失败后，遭到整个四皇海贼团的围捕。为了让桑尼号顺利出航，赏金3亿8千2百万的佩德洛挺身而出，引爆身体上捆绑的炸弹，用自己的性命护送路飞等人出航。这也让路飞认清了一点，在通往海贼王的道路上牺牲在所难免。与最强将辛卡塔库利决斗，前期路飞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觉醒见闻色预见未来后，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，自己的体力也全部耗尽。好在波克穆斯及时出现，抓住正要逃走的布雷，一起逃离了镜子世界。面对 Big Mom 海贼团众多强者的围剿，波克穆斯开启月狮形态为路飞断后，身体被无数根长矛贯穿，即便能保住性命，四皇大妈也不会放过他。去鬼岛对抗百兽海贼团，路飞集结和之国武士以及基德和罗2大帮手。除此之外，白胡子海贼团的马尔科和以藏也在中途加入战斗。基德和罗双双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勉强击败了四皇大妈。路飞经过多次仰卧起坐，
最终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最终草帽团和武士联盟取得胜利，路飞也成功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赏金5亿1000万贝利的遗葬，在阻止 CP 零抓捕罗宾时失去生命。路飞在登顶海贼王的道路上还有很多硬仗要打，为此殒命的强者还会增加吗？尾田公布最适合索隆的恶魔果实，3把配刀中的1把更有可能吃下那颗果实。当年在东海，索隆向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发起挑战，结果被狠狠虐了一顿，3把配刀也断了2把。他向路飞发誓，在打败鹰眼登顶最强剑豪之前，不会败给任何人。随后，索隆来到罗格镇买刀，在武器店的角落发现妖刀3代鬼车，用一条胳膊为赌注将其彻底征服，同时也征服了武器店老板，免费得到了名刀学走。抵达阿拉巴斯坦后，索隆对战吃下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，领悟到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击败达兹后战斗力也得到很大提升，闯入司法岛救罗宾。索隆的对手叫卡库，吃了动物系长颈鹿果实，陷入绝境的索隆开启诡计，一招9刀流击败 CP9 排名第2的强者。不过在对战秀恩的时候，索隆的配刀血走被秀秀果实腐蚀断裂。来到恐怖3维帆船后，索隆与自己祖先双月龙马的尸体战斗，打赢对方后获得了黑刀秋水，战斗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为了船长路飞，索隆向鹰眼下跪拜师。经过2年的学习，索隆的实力一定达到了深不见底的程度。在德雷斯罗萨对战大将彭，嘴角被打流血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用秒杀的方式击败明哥的手下皮卡，让众多强者为之震惊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临时弄来的3刀流，又秒杀了超新星基拉。为了报答日和的一睡之恩，他答应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取而代之的是玉田的配刀研磨，是一把会擅自释放霸气的妖刀。靠着妖刀研磨对实力的提升，索隆在鬼岛屋顶砍伤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在与岩灾镜的对战中，被逼入绝境的索隆彻底觉醒霸王色霸气，砍断镜的一条胳膊，登基地狱之王，赏金也达到11亿1100万贝利。此时的索隆也应该接近大将级别，但相比鹰眼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想要击败鹰眼登基最强剑豪，索隆有2种方式可以提升战斗力：一是学会顶级强者才会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外加打造出一把黑刀；另一种方式是吃下一颗恶魔果实，靠着果实的力量来提升战斗力。尾田在 SBS 中公布过，草帽团的非能力者最适合吃什么恶魔果实？娜美最适合吃响雷果实，变成雷电女王之后，或许是海贼王中最强的人。索隆最适合吃幻兽种青龙果实，也就是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果实。同时，尾田还说了一句，如果刀比索隆更早变成龙，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情况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在未来索隆的3把配刀会有1把吃下恶魔果实呢？从赏金8100万的最弱七武海，到赏金19亿6500万的人气枭雄，为了洗白克洛克达尔，明哥和鹰眼当了垫脚石，雷利的战斗力也被拉低一个档次。为了寻找古代兵器冥王，老沙利用七武海的身份霸占阿拉巴斯坦。他让巴洛克工作室的人策划战争，还差点干掉草帽团的所有人。不过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老沙与其他强者一样，犯下忘记补刀的错误，被赏金只有3000万的路飞打败，也让老沙被认为是最弱的七武海。在海底监狱再次遇到路飞，老沙主动要求入伙，也开启了洗白之路。从抵达马林范多那一刻开始，老沙的战斗力和人气就在直线上升。他主动攻击白胡子，却被路飞一脚踢飞，也牵扯出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的往事。结果肯定是老沙完败，不过也能证明他的战斗力远远不止8100万。见到艾斯被提前处刑时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。眼看艾斯就要被杀，老沙站了出来，2把杀刀干掉2名刽子手，保住了艾斯的小命。他还说了一句装逼又圈粉的话：“老子不想看到海军得意的样子。”明哥也在此刻用线切掉老沙的脑袋，却没有造成一丁点伤害，反而暴露出被老沙拒绝的糗事。2人经过一番交战，也未分出胜负。明哥拥有霸王色和果实觉醒能力，没打赢老沙，只能说他们的实力相当。见到路飞在战场上活跃，鹰眼表示不能忍，拎着黑刀叶就攻了过去。同样是七武海的慎平站出来阻挡，结果连鹰眼的一招都没有扛住。吃了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也想阻挡鹰眼，被黑刀叶砍倒在地。最后还是老沙出手挡住了鹰眼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老子现在心情不好。”鹰眼很给老沙面子，没有继续攻击路飞，也是认可老沙能对战自己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鹰眼答应老沙的邀请，加入十字工会。可见在鹰眼的心目中，老沙并没比自己弱多少，有资格当合作伙伴。最能体现老沙实力的一场战斗，发生在20多年前，对手是怪物巴雷特。巴雷特在16岁的时候上了罗杰的船，当时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。得知罗杰生病之后，巴雷特主动离开罗杰海贼团，靠着强大的实力成为超级新人。在19岁那年，他遇到了20岁的克洛克达尔，2人爆发过一场战斗，结果是不分胜负。当年的老沙能与巴雷特有一战之力，也确实拥有当上七武海的资格。如此推算，老沙也应该有实力对抗雷利，这多多少少拉低了雷利的战斗力水平。尾田公布海贼王中最强的输出技能，来自最弱四皇，只有路飞能抵挡住。海贼王中出现过数以万计的技能，哪一个才是最强的呢？有人说是自然系能力者的大招，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，
轻质的大招是冰河时代，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巨大海啸瞬间冰封。赤犬的大招是流行火山，无数个岩浆弹冲天而降，如同末日降临一般。黄猿的大招是8尺琼勾玉，数以万计的激光束，就连大将泽法也抵挡不住。艾尼路的大招是雷银，巨大的球形闪电，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化为乌有。也有人说是白胡子的普通艺伎，没有很霸气的名字，却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海阵能产生吞没一座岛屿的海啸，地震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崩塌。不过在霸王色缠绕攻击出现后，自然系的大招多少逊色了一些。罗杰用过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轻轻松松将光月玉田击飞数百米远。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，表现出来的威力远远超越了罗杰，不仅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，还重创极恶世代之一的基拉，附带攻击连同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。能挡住神臂的人恐怕也没几个吧。卡普的银河冲击也是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拳头下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这可能还不是卡普的终极大招，期待他对战黑胡子时能使用更强劲的招式。作为世界最强生物，凯多的每一个招式都是 bug 级别，热息能轻松毁灭一座山头。与路飞最终决战时，凯多先变成一条熊熊燃烧的巨龙，火焰能融化任何事物，头顶缠绕霸王色后撞击敌人，这一招叫升龙火焰八卦，毁灭一座岛屿不在话下。觉醒橡胶果实后的路飞，将拳头变得异常巨大，体积上不亚于整座鬼岛。缠绕上霸王色后，有一种碾压一切的感觉。路飞称之为橡胶原神枪。尾田曾在大妈的生命卡中说过，被海米称为最弱四皇的大妈。他的大招天满大自在天神是连神也都超越的天灾之雷，所释放的每一股闪电都有自我意识，可以改变方向攻击试图躲避的敌人。大妈在鬼岛屋顶使用天满大自在天神时，除了路飞，其他的超新星都被命中了。如果路飞不是橡胶人，对雷电有免疫作用，恐怕也逃脱不了天满大自在的攻击。从尾田的这个说法也能判断出，雷电攻击在海贼王是多么强大的存在，可见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后，那美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。